來大崙山景觀台看氣象萬千的美景，看綠油油的茶園和青翠的遠山，來場森林舒壓小旅行，感受森林三寶芬多精、負離子以及滿滿的高含氧量絕美日式水上小屋。從這裡車程矚目池的落羽松步道，葉子染上了季節的詩意，滿眼繽紛盡收眼底。快來快來，全台唯一泡麵土地公廟就在這裡！來石龍宮，土地公爺爺免費請你吃泡麵，還可以看布袋戲哦。日月潭季節限定落羽松美景，現在來正是時候。在雙線花卉和翠綠色湖水的映襯下，整排金黃與火紅交織的夜海，美得令人心醉。來紫南宮借發財金，保佑財源廣進，大吉大利。更別忘了嫩給康，金銀財寶假貝康。這麼美的風景，竟然藏在眼鏡行裡。工匠雙手穩穩地握住山網，輕輕將紙漿搖起，每一張紙都有着手做的溫度，來莊嚴雄偉、氣勢磅礴的文武廟參拜。別忘了參拜廣受情侶和單身男女喜愛的文武廟月老哦。以土鳳梨為基底的微熱山丘鳳梨酥，和台北知名鳳梨酥比一比，哪一個好吃呢？這是現在，這是即將到來的2月，想不想一睹鳳鹿茶興步道的櫻花美景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mily。這次我們來拜訪這個坐落在台灣正中央的南投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溪頭位於南投縣鹿谷鄉的溪頭自然教育園區，是台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7個營林區之一。園區內古木參天，園道四通八達，仿佛是一座活生生的自然教室。園區內有一條架高的空中走廊，全長約180公尺，最高點距地面達22.6公尺。走在這條步道上，可以近距離欣賞高聳的針葉林，從遠觀變為面對面的接觸，帶來一種心靈深處的洗滌，仿佛與大自然零距離的對話。大學池是溪頭代表性的景觀之一。過去它用來浸泡木材，以去除木材中的雜質和害蟲，並防止木頭乾裂。而現在它則成為了一個純粹的景觀池。曾經屹立於溪頭的千年紅檜神木，在2016年因為連日大雨沖刷，造成土石鬆軟而倒下。雖然現在無法再見到那棵巍然聳立的神木，但在這片土地上，依然能感受到千年神木所見證的溪頭歷史。來到溪頭，怎麼能不享受大自然的芬多精洗禮呢？ Emily 依照地圖走了一圈，結果可憐的雙腳第2天就長水泡了。小腿又酸又痛，一看就知道平常沒在練呢。旁邊的妖怪村也超好逛，表演紀念品應有盡有。Emily 還發現這裡有賣咬人貓麵包，很特別哦。Emily 沒吃過，當然也忍不住買了一份來吃吃看。這款麵包是將新鮮的咬人貓葉片搗成果汁，加入麵團中，再配上起司和燻雞為內餡，麵包香 Q， 帶有咬人貓葉片的淡淡香氣哦。大崙山景觀台，海拔1500公尺的大崙山景觀台，位於鹿谷鄉大崙山景觀茶園區中。要上觀景台看美景，先要通過步道登高的考驗哦。隨着逐漸登高，視野越來越寬廣，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際、翠綠如茵的茶園景色。遠山層層疊疊，在景觀平台中賞景。天氣好的時候，整片的大崙山觀光茶園盡收眼底。五秀農圃，這座餐廳位於海拔1300公尺到1500公尺之間。餐廳取名為五秀，是因為五是林建新老闆父親的名字，而秀則是山頂平坦之處。
Emily 在大廬山觀景台欣賞完壯麗的風景後，便直接前往這裡用餐。我點了黃金南瓜鍋、現烤蒜香厚片、現烤白果。在寒流來的時候，享受火鍋真的太舒服了。這裡的烤白果尾韻帶點苦味，口感很 Q 彈哦。餐廳四周的景色非常迷人，可以俯瞰山巒環抱的鹿谷鄉全景。3、4點的時候，還會有白茫茫的山嵐迎面吹來。沿着步道走下去，兩旁都是銀杏樹，現在依稀還可以看到一些喲。台大鳳凰茶園，南投鹿谷鄉是台灣著名的茶葉產地，這裡的好山好水讓園區內栽植超過300種茶花，收藏了各國原生茶花及台灣原生茶種茶花。每年1至2月，茶花會進入盛開季節，景色美不勝收。在茶園中有一條長達333階的鳳鹿茶心步道，每年2月，兩旁的櫻花爭相盛開，形成一條浪漫的粉色櫻花隧道。來到這裡，除了欣賞美麗的花卉，還能遠眺鹿谷地區的壯麗景致。清晨或黃昏，幸運的話還能欣賞到氣勢磅礴的雲海喲。車龍埔斷層保存園區，1999年9月21日的921集集大地震，其震央位於南投集集鎮。引起地震的原因來自車龍埔斷層的再次錯動，是近100年來台灣最為慘重的天災之一。研究團隊發現，921地震槽溝的剖面清楚呈現褶皺與斷層構造，這是多次地震造成的結果，而這樣的地質景觀在世界上極為罕見。因此，教育部推動了竹山車龍埔斷層槽溝保存計劃，地震及生態園區。通過槽溝的開挖，可以了解車龍埔斷層過去的錯動記錄。園區內開挖了超過20個地方，其中竹山槽溝最為完整。Emily 還發現，園區門口矗立着一座高壓電塔，它是南電北送的重要樞紐，屬於台灣供電系統中的關鍵設施之一。然而，這座高壓電塔飽受爭議，當地居民認為，這座電塔產生的電磁輻射可能是電塔附近居民生病的原因。你覺得呢？竹山紫能宮，紫能宮建於清乾隆10年，西元1745年，主要供奉福德正神。建廟迄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。Emily 來訪時，雖然是非假日，但人潮洶湧，似乎成了這裡的日常。來到紫能宮的民眾，大都是來求發財金，或是摸金雞祈求好運。Emily 也不例外喲。你問我拜拜求什麼？當然是感謝每一位支持我的朋友，因為你們的訂閱給了我無限的動力哦。嫩給康，金銀財寶假美康。來竹山紫能宮，也別忘了體驗一下這項特別的習俗。元正發製麵廠。元正發製麵廠位於南投市區，100年老店，代代相傳，遠近馳名，是南投意麵創始店。目前由第5代接手，老闆會根據天氣來調整麵團的水分和濕度，做出來的意麵不僅兼具彈性和嚼勁，還帶有滑順的口感，深受當地人喜愛，也是來南投旅遊必買的伴手禮之一哦。微熱山丘。沿着139縣道夾道迎接的是鳳梨田與茶園，微熱山丘則隱匿於一座傳統的3合院中。只要你來店裡，微熱山丘就會熱情招待你品嘗鳳梨酥，並奉上一杯茶。Emily 來的當天遇到了旅行團，所以排了好久才輪到我們進場。Emily 今天可是有備而來喲，看這裡。除了微熱山丘招待的鳳梨酥，我還準備了台北某知名的鳳梨酥，我們來比比。
你猜哪一個比較好吃呢？圍着山丘的鳳梨酥，帶有明顯的鳳梨酸味和結實的果肉纖維，吃起來非常扎實。而台北這家鳳梨酥則口感綿密，甜度較高，外皮酥脆。你喜歡哪一種口味？歡迎在底下留言哦。中興新村，1956年，台灣省政府遷至南投，啟動了超過200公頃的造鎮計劃。新村社區的建造理念首創模仿英國新市鎮設計，並大量種植樹木。其中第3市場前的這段林蔭隧道被認為是最美、最濃密的一段。而這段綠意盎然的林蔭隧道，最佳視角竟然藏在眼鏡行裡哦。鴻鴻眼鏡創立於1991年，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，並在2018年轉型成為一間複合式咖啡廳。從2樓的落地窗望過去，整個林蔭大道的美景盡收眼底。有人說這是一間被眼鏡行耽誤的中興新村咖啡廳，你覺得呢？中寮石龍宮，中寮石龍宮是南投最知名的泡麵土地公廟。其他地方的信徒拜土地公，通常會獻上花生或麻糬，這裡竟然是用泡麵，是不是很特別呢？泡麵土地公的由來很有趣，據說在六合彩、大家樂盛行的年代，信徒晚上來求明牌，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吃，廟方就提供泡麵給信徒吃。沒想到信徒中了大獎，回來還願也買泡麵拜拜，口味相傳之下，從此南投石龍宮就變成了專擺泡麵的廟了。這裡香火鼎盛，來參拜的人絡繹不絕，廟口還有信徒還願的布袋戲演出。Emily 拜拜之後，也準備來一碗平安泡麵。這些平安泡麵都是拜過的貢品，吃起來肯定是福氣滿滿。吃完後可別忘了做好回收分類哦。感謝土地公爺爺的招待，今天的泡麵特別好吃。集集火車站，集集火車站建於西元1933年，是一座以檜木建造的古老車站，可以說是集集鎮的地標。雖然曾因921地震而遭受損毀，但重建後的車站依舊保有日式木造的外觀，成為現存少數日治時期留下的車站之一。車站斜前方擺着一部以廚藝的蒸汽火車頭，見證了集集支線小火車的輝煌歷史。目前因為集集支線隧道的修繕，火車屬於停駛階段，預計於2025年12月底完工通車，屆時就可以從這裡坐火車到達車城車站。車城小鎮，車城小鎮曾經是日治時期伐木加工的重鎮，自1916年起，埔里糖廠便透過台車將糖運送到車城車站，再將生產的糖運送出去。由於車站前常有大量的台車停放，仿佛成為一個車場，用閩南語念就成了車埕。這裡的主木池環湖步道，現在正值落羽松的季節，景色美不勝收。在日治時期，這個池子原本是用來儲存原木，現在則變身為生機盎然的生態池。此外，車城還擁有着著名的 DIY 木作工藝園區、林班大體驗工廠，遊客可以親自體驗 DIY 木作，創造屬於自己的獨特作品。中午如果肚子餓了， Emily 建議可以試試木茶坊木桶便當創始店。這裡的木桶飯不僅美味，還可以將木桶帶回家。記得在回家之前，先去體驗工廠將木桶蓋烙印圖案作為紀念哦。廣興紙寮，黃耀登先生於1965年創立廣興製紙加工所，
1991年後，隨着台灣社會的變遷，埔里手工造紙產業面臨重大的考驗，紛紛外移或關廠。截至目前為止，廣興紙寮是台灣手工造紙業僅存的少數業者之一。除了依然保持着傳統的手工造紙工藝與文化，透過與各個產業合作，將各式素材轉化為手工紙，在保存傳統工藝底蘊的同時，讓原本閒置的資源重獲新生。希望大家能珍惜和支持僅存的傳統造紙產業，讓這個保守又冷門的傳統藝術重新受到重視。今天來參加手作 DIY 的人還不少哦，從小孩到長者，大家都玩得很開心。不止親自體驗做紙和拓印，透過專業導覽，對手抄紙也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。達馬巒文化藝術團帶大家去欣賞布農族的八部合音。重點是不用花半毛錢哦。大家一定以為是日月潭旁邊的九族文化村，不是，這可是每週六日下午固定演出，南投信義鄉達馬巒限定八部合音，就是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，一種對大自然的呼喚。這種渾然天成的合音是目前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合音方式。達馬巒文化藝術團是由日月潭風景管理處所推廣，知道的人可能不多，還有很大的推廣空間。文化的傳承不容易，希望大家能給予支持。下次來日月潭時，別忘了也來這裡一趟。透過音樂，感受布農族的文化與熱情，讓這麼棒的音樂與表演能推廣出去。水里蛇窯。水里蛇窯是南投縣水里鄉的著名文化景點，因為窯順着山坡地形建成長條形，遠觀像蛇的形狀而得名。水里蛇窯是台灣現有最古老、最具傳統鄉土文化的柴燒窯。這種由胚土和木材共同創出的藝術作品，絕非現代化窯製品所能比擬。園區內特別為遊客規劃了傳統文化介紹區，並展示了工藝和陶藝作品。此外，還設有蛇窯茶藝館，讓遊客可以在此休憩喝茶。如果你對陶藝有興趣，這裡還有陶藝教室，讓你親手體驗。在隱藏在百年窯廠裡的土土甜品店，品嘗一杯泥漿咖啡和沉香花磚乳酪塔，享受一個悠閒的午後時光。另外，土土甜品店的2樓還有古裝、漢服和和服的體驗，店家還提供各式飾品搭配，深受不少遊客的喜愛喲。山頂玻璃屋私房菜。魚池鄉這間山頂玻璃屋是網絡上推薦的網美打卡景點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僅風景美，還可以俯瞰整個山谷。老闆娘說，這些都是她南京的家鄉菜。這個紅燒獅子頭有一股淡淡的中藥味，很香很順口。這份用枸杞還有其他材料烹煮的荷包蛋加湯也特別好吃。湯很香甜，荷包蛋充滿了枸杞的甜味。你問我推薦嗎？下次還想來嗎？那是當然嘍。Emily 覺得這裡很棒，很推薦，別忘了要事先預約哦。日月潭。日月潭位於台灣南投縣，是台灣最大的淡水湖，並於2000年正式升格為日月潭國家風景區。來日月潭玩，
現在正值落羽松轉紅的美麗季節。象山遊客中心旁的雙星花園，整排金黃與火紅交織的落羽松，整齊排列在翠綠湖畔邊，讓人仿佛置身在夢幻般的油畫裡。如果你喜歡落羽松的美景，快來一睹為快大自然的驚豔吧！此外，來日月潭旅遊，陸海空行程也是不容錯過的精彩體驗。日月潭環湖自行車道中，象山段是風景最迷人的一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月潭環湖自行車道還曾經被美國 CNN 旗下的旅遊生活網站票選為全球10大最美的自行車道哦。Emily 由水社碼頭出發，除了搭船感受日月潭美好的風光，在尋光碼頭下船時，絕不能錯過熱騰騰、充滿着茶香的金盆阿嬤香菇茶葉蛋。然後再登上尋光寺，居高臨下欣賞日月潭的壯麗景色，那就太滿足了。日月潭纜車連接了日月潭的伊達邵和九族文化村，全程僅需7分鐘。搭日月潭纜車，感受離地面142公尺的搭乘體驗，欣賞日月潭美麗的湖景，尤其是水晶車廂，更值得一試哦。文武廟，來到日月潭絕不能錯過文武廟。文武廟前殿供奉關聖帝君，後殿則供奉至聖先師孔子。這裡還有月老寒食殿的月下老人，據說非常靈驗，廣受情侶和單身男女的喜愛。跟你分享一個文武廟前的秘境哦。文武廟過馬路對面的景觀平台左側有一條年梯步道，這是一條在環潭公路尚未建設之前前往文武廟的陡峭階梯。以前年梯步道還被稱為通天梯。特別的是，每一個階梯上都刻有着日期和當天出生的中外名人的名字，大家可以找找看自己的生日和哪一位名人同一天呢？這條步道含閏年一共有366階，Emily 迫不及待要挑戰看看嘍！想祈福的朋友可以先到文武廟購買自己生肖的祈福風鈴，經過廟方加持過火之後，寫上自己的姓名及祈求內容，掛在生日當天的階梯欄杆上哦。使人成熟的不是歲月，而是經歷的磨練與成長。不是看你年齡有多大，而是看你的肩膀能挑起多大的責任。有父母師長的庇護，要感恩；沒有傘的孩子，只能拼命地往前跑。不是不害怕，是必須勇敢。只有征服困難，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。今天的南投旅遊景點，你最喜歡哪一個呢？歡迎在底下留言，跟我一起分享哦。我是 Emily， 如果你喜歡 Emily 今天的影片，歡迎訂閱、按讚、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。下期見哦！